我叫方阳，本是21世纪的大好青年，就因为过马路低头手机，被车直接撞得嘎了过去，意外穿越到这个本不属于我的世界。好痛！孽子，反了你了！竟然敢往犄角的酒葫芦里撒尿！你是谁？什么撒尿？我穿越了！问我是谁？我是你爹！呸！我还是你爹呢！孽子，倒反天罡！倒反天罡了！今天我不打死你这个孽子！这什么破地方？我招谁惹谁了？你给我站住！啊！这身子骨可以啊！孽子，你给我下来！我操！这什么怪物啊！孽子，你还知道错啊？说，为什么要往犄角葫芦里撒尿？孩儿不想读书。孽子，你可知道为了送你入太学，为父花了多少银子？那可是5000两，足足5000两。既然爹不愿意原谅我，那孩儿就只能以死谢罪了。爹，儿啊，爹没怪你，没怪你，把刀放下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方伯父，这就是原主的未婚妻宋怡然。怡然啊，来找阳儿吗？方伯父，怡然此来是来退婚的。开局退婚，这波稳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成国公府允了。你真的同意了？自然，自此你我再无瓜葛。好了，知道了。既然你爹同意了，我们成国公府也同意，你可以走了。养儿莫闹，宋家虽然退婚了，但是咱们成国公的人面怎么也能给你找个更好的。既然婚事已退，3日后方公诗会就不用陪我去了，毕竟你现在太学生的身份也没了。唉，上辈子是个苦逼打工人，这辈子穿越还不能好好享受，自己真是命苦啊！算了，爹靠不住，那就只能靠自己了，搞钱吧。我有办法了。什么？本公子想到挣钱的法子了。莲儿，你去把我家里的房产地契都拿来。莲儿，本公子也不是不讲理的。这样，你告诉本公子，房产地契什么的，我爹放在哪儿了？少爷，我不能说。不能说，那就是知道了。算算时间，我爹现在应当已经出了京师了。少爷，我现在整个成国公府只有我最大了。莲儿，你不想我将你发卖出去吧？莲儿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给少爷乐一个。瞧瞧你这是什么样子？本公子不过是拿了老头子200亩田地而已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本公子今日就将所有的地契都拿出去卖了。少爷，不能再卖了！你手上这200亩是咱们府上最好的田产了，其他的都是旱地，就算卖也不值钱的。莲儿，这就对了嘛，多笑笑，本公子才能有好运。
方公子，这次您要典当些什么？都当。方公子，您莫要拿我开玩笑。没开玩笑，开价吧。这，方公子，您拿这些东西出来，国公爷知道吗？废话，他要知道了，我还能典当这些东西吗？赶紧的给价。方公子真是个顶个的孝顺，成国公有您这样的儿子，真是祖坟冒青烟。那是，不过拍马屁没用，休想压我价。方公子别急，您这是准备死当还是活当？当然活当，3个月，3个月后我来赎回。好的，方公子，您是老客户了，我也不说别的，这些地契一共是200亩良田，给您30两白银1亩，一共6000两。少爷，咱们接下来干什么？挣钱。少爷，还是还钱赎地吧。那汉地本就打不出粮食，若到期赎不回来，成国公府就只剩空宅了。老爷回来知道，只怕……放心吧，最多2个月就能赎回来。再说了，我爹这趟一去，最少都得3、5个月，时间够。高度酒在大储是空白，现有酒最多20度，人人都爱喝酒，只需蒸馏劣质酒即可制成，成本低，变现快。3日后的诗会正是推广的最佳契机。少爷，咱们要不去把地契赎回来吧？当都当出去了，怎么可能就这么去赎回来？莲儿，你去把府里的下人都给本公子叫来，本公子有事吩咐。你，还有你，出来！你们几个拿着这些银子去采购酒水，秘密烧购廉价烈酒，越多越好，别让人知道是国公府在买。你拿着这锭银子去买些糖果，然后到外面找些流街串巷的小孩子，让他们给我宣传一下，教小孩传唱，学会给1颗糖，到处传唱给10颗。此酒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？平生不尝天仙醉，做到宰相也枉然。天仙醉大酒楼，择日开业。3日之内，我要让大街小巷都是这首诗歌。钱如果不够了，只管来找莲儿拿。少爷放心，绝对办妥。少爷，咱们这钱花的是不是太快了一点儿？放心啦，让箭矢飞一会儿。成国公府的婚事，你去退了。父亲，那方阳声名狼藉，让女儿也受尽牵连。这次又被太学退学，女儿死也不嫁他。爹，老国公的恩情早了了。那方阳败家，他爹刚接巡边苦差，他就典当100亩良田，绝非良配。罢了，这成国公府，咱们是得罪死了。爹别担心，成国公府已在走下坡。崔郎高中状元，前程远胜那落魄败家子。你现在眼里就只有崔浩。成国公接下巡边差事，回来必被陛下重用，国公府或许能东山再起。那又怎样？方阳只会让府上更败落。3日后的诗会，有大人物出场，崔郎若才情尽显，岂不必高人一等？成功了！
莲儿，昨夜让你准备的酒如何了？少爷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诗会不是都有准备酒水吗？咱们自己带是不是？我说了，今日便是咱们方府的天仙醉、名扬京师的好时机。出发。方阳，干什么？婚约已经解除，我跟你没关系。我来诗会不是找你，别自作多情。你在我眼里跟庸脂俗粉没两样，别把自己太当回事。哼，你惯会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。既然你不找我，那你又是来干什么？就你肚子里墨水，你是觉得你自己会写诗吗？写诗有何难？我来就是为扬名。世人说我败家，却不知我胸中祸赫。不藏了，让开，别挡道。哼，说的和真的一样。你那点学问，谁人不知？你的远看石头大，近看大石头，可是奇至人口啊。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呵呵，方兄能将学识隐藏至今，当真是胸有高贺。刚好大家才议定了诗题，以何为题？方兄要参加吗？那是自然。不过无酒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有诗无酒，不如不谈。那自然是有的。上好的梅花酸，绝对让方兄欲罢不能。既然崔状元都说了，那咱们就去瞧瞧。我有了。碧水映荷香，清风拂叶扬。淤泥而不染，高洁自流芳。方阳，你摇什么头？一个败家子，听不懂就一边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呵呵，宋姑娘张口败家子，闭口败家子，这对于你一个姑娘来说，是不是多少有些不文雅？看来宋侍郎教女也不过如此啊。粗鄙莽夫！呵呵，还是崔兄先来吧，不然我的诗词一出，只怕崔兄就没机会了，是吗？既然方兄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先来了。碧水悠悠映翠荷，清风拂面送香多。亭亭玉立姿容秀，袅袅娜娜舞态缩。墨客吟诗留雅韵，画家挥笔绘娇娥。此中妙景谁人识？唯有高才解语说。好一句碧水悠悠映翠荷，直接将荷叶映在水面的美景写了出来。状元不愧是状元。方兄献丑了。确实有些献丑了。呸！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成国公家里的败家子儿。怎么，没说你们是垃圾，你们还不乐意了？请方兄吟诵自己的雅作。哼，好说，拿酒来。什么破酒，寡淡无味，难以下咽。方阳，你个败家子，不懂酒就闭嘴。这酒可是崔公子府中酿的好酒，在京师都是有价无市的存在。切，寡淡无味，妇人之贫耳。如今京师盛传，平生不尝天仙醉，做到宰相也枉安丹的天仙醉，你们没有？酒坊都没开业，我哪里有这酒去？罢了，本来是想蹭你们这里的天仙醉喝的，没想到你们竟没有。好在我自己带了。我看方兄对大家的诗词都不怎么认可，方兄要不要来一首？给诸位饮酒的公子满上，还有几位大儒也是。喝酒当喝天仙醉，天仙醉和诗词更配。方兄，你诗作可有了？有，自然是有了。崔兄先尝尝杯中酒如何？
皇兄，这不是诗会吗？我怎么感觉这方阳在卖酒？傻妹子，不用感觉，这家伙就是在卖酒，只是不知这酒怎么样。崔兄，你觉得大楚境内何处荷花最多最美？自然是西湖之中，荷叶连天，一望无际。哼，那我就借用一下崔兄说的西湖：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此诗当为最佳。一句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直接将荷花荷叶之美跃然纸上。这酒，小姑娘，你这倒的可就是天仙醉？哈哈，怪矣！没想到竟是喝到了这个让宰相也枉然的美酒，不知道姑娘怎么订购到的？不瞒几位前辈，这酒是我们预定下来的。现在想买可以先订，等他们天仙醉酒楼开业，便可以提货，还有赠送。既然我的诗为当场最佳，那么是不是可以由我发起下一个议题？那咱们就分别以你我手中的梅花酿和我的天仙醉为题，如何？方兄，只管请。画堂晨起，来报雪花坠。高鹃连看佳瑞，好色远迷庭次。盛气光饮炉烟，素草寒声玉佩。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。好一个应是天仙醉，乱把白云揉碎，当真是好词。着实没想到，一天时间就能听到2首可以流传百世的诗词。公子是成国公府的？正是。会后我们会安排下人去府上详谈。妹妹，你在这里等我。这小子做事情一环接一环，说不得就有可能帮你把那件事解决。真的？诸位皆是人中龙凤，如此诗会，只谈诗词，岂不是过于无趣？这位写出2首可以名扬千古诗词的方阳兄台，不听听就要离去吗？不了，在下还有事要忙。有事也不在乎这一会儿的功夫，公子不妨听听。是啊，公子请留步。行，那我就听听。在下楚能，听闻北蛮使者进京，想要让大楚公主下嫁，缴纳岁贡。诸位以为当如何？北蛮欺人太甚，必须和他们开战！我大楚岂能受此屈辱？崔公子以为如何？和平应谈判，岁贡可议，但公主绝不下嫁。公子可有高见？高见谈不上，拙劣认知倒有1、2。可怜的娃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毕竟每一个女神背后都会有一个弄她弄到吐的男人。愿闻其详。简单，人没骨气就塌了，国也一样。我大楚自古何曾靠和亲换和平？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不和亲，不纳贡，不割地，不称臣。有此话在侧，我们呕心沥血的创作必将再登一个台阶。少爷，您让小人看的铺面，小人已经找好了。这铺子位置极好，就是价格有些高。多少银子？3500两。这么高，买不起，先租吧。哎呦，这不是咱们京师鼎鼎有名的败家子儿方阳方公子吗？今日没在宋姑娘身边转悠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莲儿，看看你鞋底。
少爷怎么了？奇怪，这也没踩到屎啊，怎么有狗狂吠？你干什么？谢少，怕他作甚？怎么，这就怂了？一个小小的侯爵之子就敢在少爷我面前叫嚣，打了你也白打。告诉你，老子的爹是国公。哼，一个坐冷板凳的国公有什么嚣张的？想在这里做生意是吧？看好了，前面就是我的酒楼，我直接让你赔得血本无归。酒楼，还真是巧了。不过谢平，本宫劝你还是早点改行，不然本公子的天仙醉酒楼明天开业，倒闭的绝对是你。童谣是你放的，方阳，幼稚。哦，刚被退婚，气傻了？我谢家铺子倒闭，永平侯家九娘是京城老字号。你怎么知道我被退婚了？谁不知道宋家小姐早就跟崔状元眉来眼去？你被太学劝退时，他就说要趁你爹出京前把婚退了，现在早跟你没关系了吧？切，退就退了，想找女人哪里找不得？行，你就死鸭子嘴硬吧，还想做酒楼生意，我等着看你赔的血裤都没有。少爷，谢家酒名满京师，老爷常买，如今他们针对咱们，要不要反击？不用，这个酒本公子卖定了。过几日就让这狗东西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可是没那么多可是。安排下人打扫卫生，顺道再去订个牌。谢平，你可是来晚了，要罚酒3杯。诸位，你们猜我今天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了？哦，谢兄这是遇到一见倾形的姑娘了。谢兄捡到钱了，那今晚可要你买单了。那个败家子又开始做生意了。败家子？那个方阳？对。这狗看了都摇头的败家子，这次竟是要做酒水生意。听过平生不喝天仙醉，做到宰相也枉然吗？好奇什么酒这么神？哈哈，就是那败家子弄的。哦，那我得去看看热闹。要说这酒在京师，我谢家让称第2，绝没有人敢称第1。明日咱们一同前去，此次我非要好好羞辱之师一番。怎么了？今日诗会遇到事情了？诗会上，方阳的诗比我的好。先是可以流芳百世的2首诗，又是一副千古绝对，此子当真厉害呀！大意了，如此家训要丢啊！父亲，这诗一定是他方阳抄的。就算不是抄的，那就是花钱买的。就他这样的败家子，连太学都待不住的无能之辈，绝对不可能写出这2首诗。今日酒肆开业，咱们过去瞧瞧。少爷，咱们昨天才租的铺子，今天就开业，是不是有些太草率了？而且开业的东西咱们也没准备啊。准备什么？桌椅都是现成的，牌也挂上了，食材本公子已经让府上厨子带来了，万事俱备。少爷，开业不选个日子？不必，问采纳吉终是小道，只要本公子的产品质量过硬，广告宣传到位，别的都不是问题。莲儿，相信本公子，从今日开始，本公子要让这京师内，哪怕是掉在地上的铜板都得姓方。莲儿，看到没？发财的时候就要来了。天仙醉吗？应该没错了。此酒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？我得买点尝尝，这到底是啥酒，能让宰相也枉然？不错，开始吧。诸位前来，想必也是听说了我这天仙醉的名头。不瞒大家，此酒之所以叫做天仙醉，乃是仙人所用的酿造之法。从今天开始，大家也能喝到仙人手法酿造的酒水了。放屁！大家不要被这骗子骗了，这小子乃是成国公之子方阳，名震京师的败家子。他要会酿酒，这太阳都要打西边出来。我的天，没想到竟是这个败家子的酒楼，这谁敢喝呀？谁知道这酒有没有别的东西？天啊，这几日老夫白白期待了吗？说好的平生不尝天仙醉，做到宰相也枉然吗？方阳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次只怕你还没有开业就要先倒闭了啊！成国公也是可怜，自己千里迢迢前去边塞巡防，家里的田地却被儿子给卖了，搞了个生意还没开始就没了，真是可怜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少爷才不是你们说的那样。谢平，今日这大好的日子来找本公子的麻烦，我看你是想找打了。
我这酒的酿造之法，乃是仙人所赠。你若不信，可敢和我打个赌？好，我答应了。不过方阳，若是你输了，那你就跪下来磕3个响头，然后但凡以后遇到我，就要喊我一声爹，你敢不敢？可以，去拿酒吧。少爷，放心，莲儿你还没见过猪头吧？等会儿就让你看看大猪头。方阳，你要怎么比？简单，咱们每人挑选10人，让他们先后品尝你我的酒，最后再让他们说谁的酒好喝就成。行，等回输了你别不认就行。本公子向来一言九鼎，绝没有不认账的事情。等会儿谢公子挨揍的时候，可不要哇哇乱叫才好。倒酒吧。好香，这就是永平侯府的百日醉吗？真香啊！这味道只是闻着便有一种醇香甘甜之感，真是绝了。方公子，该你了。好，倒酒。这酒好烈，只是闻一下，我感觉人都要飘起来，怪不得敢叫做天仙醉。哈哈，方阳啊方阳，你是不是在酒里放了什么东西？你看看这老头痛苦的模样，是不是下毒了？好酒，老夫我生平第一次品尝如此美酒。当然是这天仙醉，百日醉在他面前连马尿都不如。天仙醉更有劲儿，这种烈酒在京师绝对是独一份。你要干什么？狗东西！从本公子来看店铺，你就处处和本公子为难。现在本公子赢了，自然是按照赌注来。方阳，你敢？我父是侯爵，侯爵而已，我爹可是国公。道歉？我？对，你不要再给方伯伯惹麻烦了。我谢谢你，回去告诉你们家主，拿500两银子赎人，不然我国公府不介意多养一个挖茅房的佣人，轮流看着。若是谢家再来闹事，我就继续收拾谢平。方阳，有什么事赶紧说，本公子很忙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有病！方阳，你这么做，如此粗鲁行径，和一个不学无术的莽夫有什么区别？宋姑娘可是忘了，昨日诗会是谁拿的头回？哼，你不过是不知道在哪里抄了2首诗而已，有什么好装的？哼，拿纸笔来。宋姑娘即说本公子是粗鄙莽夫，又是抄袭之人，不知道本公子的这一上联，宋姑娘能否对得出？宋姑娘若是能对出下联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光给你酒水免费，这谢平本公子也可以放了。我只是好意提醒你一句，爱听不听。诸位，还是那句话，只要有谁对出下联，从今以后，但凡来我天仙醉消费，所有酒水免费。前面几个书生还不赶紧的！此上联我们对不出。这是回联文，反着读试试，寓意要合理，下联需匹配。画上荷花，荷上画，我操，绝了，还真一样。对不上没关系，介绍有才学的人来对，对出来你本人享酒水5折，你介绍的人再介绍别人对出来，你想折上折，以此类推。我老婆的三舅老爷子的儿子的小叔是秀才出身，我去找他，就算对不上来，他还有人脉。你们想要我的酒水，而我则是要你们的免费推广，稳赚不亏。方阳，嘚瑟什么？不就是一群平民百姓要买你的酒吗？告诉你，我们谢家的酒，那可是供应上流阶层的酒水，你永远比不上我们。有意思，谢公子现在真是死鸭子一只，就剩嘴硬了。不过你放心，
我的天仙醉不光要挤占你们谢家的平民市场，上流阶层也会是我的。笑话！你真当你的破酒会有人喝？那就等着瞧。襄阳樊篱求购天仙醉10坛，山东白甲求购天仙醉20坛，白水王县求购天仙醉15坛。当代大儒樊篱樊於基、白香谭子画、王献王先知，3人皆是我儒学泰斗，竟是都来采购这天仙醉。天啊！没想到这天仙醉竟然是这等大人物喝的，我得赶紧去找人，帮着3位搬酒。带人回国公府。莲儿，今天的事情都散播出去了吗？少爷，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，都把事情传出去了。可是谢家那边……少爷，永平侯谢林来了，把人押着，跟我去前院大厅。你们敢在天子脚下绑人，不把我儿子放了，就算陈国公不在，我也要参他。侯爷消消气，公子马上就到，定有误会。等国公爷回来，会给您交代。少爷，您这是作何哦？无妨，事情我自会处理。好的很啊！这陈国公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啊！多谢夸奖，总是要比你永平侯府这个如同死猪一般的好大儿强一些。好的很啊！这就是陈国公培养出来的好儿子啊！看来这件事情是不能这么了结了。今日之事，我必将上奏弹劾。莫说是你这个败家仔，就是你爹也跑不掉。出门左转朱雀街，直走皇城。你儿子的事儿满京师都看见了，休想颠倒黑白。我陈国公府虽落寞，爵位还在。好胆！永平侯如果是来谈事情的，咱们就好好谈；如果是来我陈国公府耀武扬威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欢迎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永平侯了，我受到惊吓，会动手的。你好的很呐！你就等我上奏陛下吧。放了我儿子，我要带人走。可以，给钱。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，还跟我要钱？打成这样是因为赌注，我输了就得叫他爹。这笔钱是赔他砸店误工、精神损失和名誉费。做梦！也罢，那就只能按照我国公府的办法了。既然你老子不愿意给钱，明天你就开始给我国公府掏厕所吧。带下去，先关柴房，饿上1个晚上再说。慢！这钱我出。陈慧，500两。爽快！放人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谁让你们绑的人？松绑！松绑！此事我定会上奏陛下。永平侯放心奏，谢兄以后有空常来家里坐坐。少爷，咦，方伯，你这是咋了？少爷，刚才永平侯可是说要状告皇上啊！告就告呗。方伯放心，我爹正在风餐露宿的为皇帝卖命，我只要不是干造反杀头、天怒人怨的大事，我爹回来之前都没事的。想到方阳这小子竟然会这么利用时势，先用小孩子传颂童谣，然后去诗会打响天仙醉的名头，再和谢平打赌。客官，再以宋家丫头的讽刺为翘板写下上联。这败家仔，这就是本店的特能。您慢用。好酒。行了，你们不用这么紧张。此酒当真是烈呀！这酒是你家少爷亲手酿的？没错，仙人酿造之法，故名天仙醉。还有别的酒吗？开业暂时只供这一款，新品稍后才有。一个败家子能酿好酒，又能写出画上荷花和尚画的千古绝对，你觉得可能吗？陛下，您是说这败家子身后有高人？世子，这便是
不喝天仙醉，枉为宰相的天仙醉酒楼。进去瞧瞧，京师酒淡不及前南一半列，倒要看看这天仙醉是否真如其名。掌柜的，你这里的酒我全包了，这是定金，赶紧的。那个，我做不了主，我去知会掌柜的。行了，赶紧去。你们几个先把酒点一下，等会儿拉走。不好了，少爷，有人要包下咱们的酒，正在清点。好胆！谁？乾国宫的人驱散百姓，扔了50两定金，要买光咱们的酒。好啊，来得好！前番太学出卖我等，成日里扮作风流世子，我呸！少爷，不要再惹事了。放心，本公子不打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少爷，我叫张龙。行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队长了。和本公子出去，好好教训一下那些不知廉耻的东西。是是。沐英，是你？不错，是我，张龙。在。我只是来买酒的，并不想和你起冲突。不好意思，这酒楼就是本公子的，所以你已经和本公子起冲突了。天仙醉工艺复杂，近期限量供应，你的要求本做不到，但乾国公世子是例外。看到没？那副对子，你只要对出来，你想要多少酒水，本公子就给你多少。我不擅长对联一道，可以换成别的，比如诗词歌赋等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诗词吧。你出题，咱们各自作诗一首。若是你赢了，本公子店里酒水你任取任拿；若是本公子赢了，从今往后见到本公子，你就要叫本公子大哥，同时给本公子500两的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，如何？那么就请穆少爷出题吧。今日我来此，便是为了买酒，那咱们就以饮酒为题吧。可以。穆公子，太学表率，你先请。免了，我先来是欺负你，万一失诚，你灵感可就没了。昨夜独酌，想来伤感。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3人。我输了。既然如此，拿来吧。愿赌服输，我给。不错，你这个小弟敢做敢当，比谢平那没出息的东西强。叫声大哥，你可以走了。大哥，乖小弟，你可以走了。少爷，你昨晚喝酒了吗？好一个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心。无妨，去将方阳叫上来。是。老爷，吃一点。你找我？对，坐吧。你哪位？外面那副上联是你写的？废话，不是我写的，还能是你写的？那个字体我第一次见，可有名字？哦，随便写写，我叫他寿钢体。还有事儿没？没事，我先回去了，挺忙的。唉，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，不用遮遮掩掩。今天我才帮了你，你就这么对我吗？什么？你帮我？对。你帮我什么？永平侯。怎么？你不信？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爹……你爹保不住你，人也不在京，陛下要罚你，我挡下了。不可能，有他在，皇帝不会动我。少来这套。哦，那我倒成了烂好人。简单，我爹干着朝不保夕的苦差，只要我不杀人放火，皇帝老儿不会动我。永平侯告黑状，我早把真相传开了，他完蛋在先。
外面都传你是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，我倒是有些偏颇了啊。那是，这位老爷真是慧眼如炬啊！我那是败家吗？我那是逼我爹上进。得罪永平侯又得罪钱国公，这叫逼你爹上进。太学被举报公报私仇，永平侯不要我占理，钱国公世子没动手。永平侯罚俸半年，两边都罚。想知道你的？不是，我也要被惩罚。不错，按照陛下的意思是如此。我看你投缘，今天让我满意，可免你受罚。宁死不从！本人男，爱好女。想哪儿去了？聊几句，让我满意，事儿就替你摆平。只要不是断袖龙阳，你问。永平侯欺负陛下不知外情，御史呢？御史，别人养的狗罢了，有几个为国？那怎么让陛下不被蒙蔽？养自己的狗，比御史更凶。朝廷艰难，山东、山西灾情已捉襟见肘，哪儿还有钱？北蛮又要公主，又要纳贡，土地都被世家吃了，朝廷有钱才有鬼了。你方才说什么？我什么也没说。他说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你应该是肃亲王吧？什么？果然，不必说情了。我何时说过我是肃亲王？能面圣，戴侍卫，腰缠金丝带，皇亲国戚，只能是肃亲王。就凭这些，能让皇上改变主意的皇亲国戚，只有肃亲王。猜对一半，我是皇亲，但不是肃亲王。肃亲王56，我像保养得好，没见过。 50多岁能这么年轻？行吧，我信你了。那你说说刚才你说的什么？我忘了。行，这话你说的。是。大楚200余年，从无公主和亲求安，我这赞扬没错。你这字都被我儿子拿来点我了，你还说赞美，真是没皮没瓤的臭小子。真好，说的真好啊，提气。 满朝文武难啊，和亲不行，但都想给钱麻痹北蛮，再厉兵秣马。你当都是李二啊？来个渭水之盟？什么？时候不早了，再不回家吃饭，我娘该着急了。拿纸笔来，送你一篇文章。六国论。 六国破灭，非兵不利，战不善，必在陆秦。啊！必在陆秦，必在陆秦！没想到这个外界传闻不学无术的败家仔，此刻竟是写出了如此的一篇政论。秦以攻取之外，小则获益，大则得成。较秦之所得，与战胜而得者，其实100倍；诸侯之所亡，与战败而亡者，其实100倍。 今日割5城，明日割10城，然后得一息安寐，岂是四境而秦兵又至矣？南则诸侯之地有限，暴秦之欲无言，奉之弥繁，侵之欲急，故不战而强弱，胜负已判矣。古人云：“以地事秦由抱薪救火，心不尽，火不灭。”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文人的神出状态？拿酒来！ 有如此之事，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，日缩月割，以趋于亡。为国者，无始为积威之所劫哉！酒来！夫六国与秦皆诸侯，其势弱于秦。 而有可以不赖而胜之之势，苟以天下之大，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，是又在六国下矣。少爷，快带少爷回去休息。你拿这坛酒和我们喝的不一样，属下要的最烈的。把这里收拾一下，你跟上去。
务必确认方阳安全到家。我带王宝和路边回宫。以地事秦，非长久之计也。王宝，奴才在。你说这方阳，他装出那副败家子的模样，真的是为了逼他父亲上进吗？罢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至少这篇六国论说明他并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。这宋家可有的后悔了。水！不要离开我，柔儿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会的。依然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莲儿姑娘，少爷口中的怡然应该是宋家的姑娘，我可以带兄弟们抢来。但是这柔儿，我也不知道。柔儿，怡然。这宋家小姐和我的长乐比，怎么样？陛下，这家雀怎么能和凤凰相比？呵呵，你这老奴倒是会说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北蛮国的使臣再度要求觐见，他们可有更改要求？并未。也罢，召他们上朝。宣北蛮使臣上殿。宣北蛮国使臣阿古喇巴桑、阿古喇巴图觐见。陛下，我们北蛮的要求，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们大汗有意求娶你们楚国公主，同时满足我们的朝贡要求。不然的话，若是拖得太久的话，我们北蛮大军说不得他日就要兵临城下。大胆！真是狂妄至极！真当我大楚无人乎？区蛮夷，也敢在我大楚大放厥词？真当我大楚兵甲不利乎？蛮夷，其心可诛！哼，我北蛮是和大楚陛下商议，尔等又做不了主，在这里叫嚣什么？若是你们够胆，那就直接开战。我北蛮国数十万大军早已磨刀霍霍，时刻准备好了开战。大楚皇帝陛下，我的同伴性子刚烈，我们北蛮绝对是渴求和平的。毕竟曾经我们北蛮和大楚也是通过互市的。你们的要求太过了。陛下，贡品虽多，对大楚不过九牛一毛。大汗求娶公主，正是为了彰显我北蛮渴望和平的真心。没错，大楚陛下，请尽快答复，耐心有限，铁骑不等。众爱卿怎么看？陛下，合则两利，但北蛮要求过分，臣认为要谈判。臣附议，大楚和北蛮自先皇北征之后，已经相安无事20余载，理应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维持下去。陛下，北蛮野心勃勃，所提的要求完全就是信口开河，而且臣以为大楚和北蛮早晚有一战，何必此时委曲求全？陛下，大楚和北蛮说是和平，但是私下摩擦又何曾消失过？每年秋季，北蛮都会纵兵南下。若不是我大楚边境城高墙深，只怕北蛮早已纵马中原。你们这是要把大楚拖入战争？你们这是要割地赔款，辱没祖宗？这就是大楚，一个坐拥花花世界却在不断内耗的王朝。若是大楚一直如此下去，北蛮入鼎中原不过是早晚得事。陛下，臣以为北蛮使者所说的纳贡一说不可。纳贡向来只有藩属国向宗主国进贡，所以臣不同意。既然北蛮使者说北蛮可汗想要迎娶我大楚公主，如此的话，我大楚可以陪嫁钱粮和锦帛。当然，北蛮也当下聘礼方可。这嫁妆不妥吧？这肃亲王是队友啊，对方这是想要面子里子都占了。纳贡说出去不好听，嫁妆就不一样了。再说了，还有聘礼，那说起来更好听了。哪怕是北蛮，到时候随便给他们匹牛马，这帮人也得开心接受。陛下，此事体大，臣以为当让2位使者先前往红驴寺稍等一些时日，咱们再与北蛮进行谈判，协商一些事情。还要等吗？我们已经等了7天有余。此事不是一日可决的，还是请2位使臣再等等吧。也好，大楚皇帝陛下，那我们就等等。下去吧。
皇叔，你方才是什么意思？臣只是给陛下一个建议而已，至于做与不做，全在陛下。哼！和亲绝无可能。昔六国破灭，非兵不利，战不善，必在陆秦，陆秦而力亏，破灭之道也。而今我大楚以力怪北蛮，同样是取死之道。我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少爷，你终于醒了。少爷，喝点醒酒汤吧，这样就不会头疼了。昨天我是不是说什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少爷只是在叫宋小姐的名字，还有一个名唤柔儿的姑娘，还说够了，还有谁在场？都在。把人都叫来，都立正。本公子求你们个事儿。公子有什么吩咐，您只管说，我们能做到，绝对不犹豫一下。很简单，昨日的事情，本公子不希望传出去。公子，你是说在外面，公子你醉酒之后抱着石狮子狂亲的事吗？昨天本公子喝醉之后所有的事情，本公子希望除了院内的大家之外，不会再让一个人知道。张龙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那个公子，不过是我们还有路过的百姓也都看到了。罢了，别的也不说了。昨天在酒楼你们做的不错，本公子向来是有功必赏，有过必罚。今夜本公子请客，带你们去喝花酒。怎么都不想去？敢不为少爷效死！少爷，你怎么可以去那种地方？老爷要是知道，肯定又要打你了。哼，我那老爹人不在家，我做什么他又怎能知道？怎么你要出卖本公子？走，少爷带你们去研究研究人生。我呢？哼，昨日王掌柜没看住袁酿，罚他下去收购粮食。若是买不到足够的粮食，扣他下个月月例。你去顶他掌柜职位级。啊？臣穆英参见太子殿下。穆英，不必如此。孤今日出宫是微服，微服。那陛下那里无妨，这个你不用管。孤听闻你也在太学读书，前些时日你们太学出了个往祭酒葫芦里撒尿的厉害人物，叫方阳，你知道吗？不瞒殿下，此人所做的事情正是臣告发的。那你应该知道他是陈国公的儿子吧？臣知道。孤想让你带着孤去陈国公府一趟，你可愿意？这天色不早了，那败家子成日游手好闲，现在说不得已经去哪个青楼雅苑了。太子殿下你无妨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去青楼雅苑找。什么？你不是说方阳在青楼雅苑吗？咱们过去找他。我要完蛋了！太子殿下，这不要怕，孤只是让你带孤去找人，不做别的。殿下，我觉得方阳可能还在府里，咱们要不去府里找他吧？如果他不在呢？别想了，去青楼雅苑。殿下，去哪儿找？最大的，方阳的才情不会去小地方。好吧，既然太子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只好从了。太子殿下，青楼雅苑人蛇混杂，你的称呼最好改一下。好，姑，我知道了。就是这儿了，你确定这是最好的？别带我去二流地方。少爷放心，闻香阁京师顶尖，永定湖画舫一半是他们的，官员勋贵都来这儿。公子也是为平儿姑娘来的吗？什么？今夜平儿姑娘登台，吹拉弹唱舞姿一绝，公子们大多为她而来。听着不错，不过本公子只要极品，让你们花魁出来接客。最好的就是平儿姑娘，亲故人，未出阁，想入目得看本事。经了恩手的公交车有什么好坐的？坐就坐第一手的。好，就这个平儿，我倒要看看她的深浅。那公子随我来。你们自己找乐子去，你也去。等少爷安顿好，我再去。场费10两银子哦。小钱。公子请。这么多人。平儿姑娘是花魁，清官人，人自然多。那本公子可要好好看看了。方阳，穆英，前国公之子也来西祭，找你，顺道见识平儿，败家子来做什么？一日不见，想大哥了。我生性风流，昨日侥幸赢一次，就当自己才华横溢。陈国公家门不幸，不管是不是，至少你输了。哼，侥幸而已，有本事出去切磋，今晚打得你满地找牙。你是不是傻？本公子来相契的，还打架？等相契之后再说吧。若不是太子的原因，我是丝毫不想和这败家子坐在一起。
好，真性情。忽然感觉心口好痛。楚兄当真是慧眼识珠，过奖过奖。楚兄，此子不学无术，还当远之。没想到两人只有一面之缘，现在自己犯了众怒的情况下，对方还会帮自己说话。小姐，外面吵起来了。哦，怎么回事？是钱国公之子和陈国公府的那个败家子，而且那个败家子说是奔着小姐你的身体来的，真是厚颜无耻。为什么要生气？可是别人都说仰慕你的才华，就他说是奔着你的身子来的，如此粗鄙之人，怎能不让人生气？这个败家子倒是有些意思，小姐要不要教训他一下？不必，准备一下，开始吧。来了。这种半遮半掩、欲拒还迎的招式，最能吸引男性。沐英，你口水出来了。诸位公子，我们平儿姑娘今日给大家演奏的曲子是《别时乐》。这帮人好似真的听懂了。这首《别时乐》是我最喜欢也最擅长的曲子。他竟然在吃桂花糕！好，平儿姑娘弹奏的好。感谢诸位公子的厚爱，奴家方才弹奏的此曲，诸位公子若是能以此曲之意写出一首让奴家满意的诗词，今夜便可与奴家秉烛长谈。秉烛长谈，必能一见平儿姑娘芳容，说不得还能一亲芳作。如此机会，真是千载难逢。可以先看看脸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太方便。小荷才露尖尖角，一枝荷花独自开。小生献丑了，悬起柳裙空中飘，平儿曲调没得挑。公子有心了。你笑什么？有本事你自己写一首出来啊！只会嘲弄别人。你写啊，你写啊，让我们看看你这个败家子儿到底在装什么。没办法，你们实在太垃圾了。我笑一笑怎么了？方阳，说你们垃圾已经是抬举你们了。就你们写的那些玩意儿，狗屁不是一文不值。什么？好大的口气！呸！就看你在这装了，你倒是写啊！对啊，写啊，别光说。既然你们这么说了，那就让你们瞧瞧什么叫诗词。这诗词便是由此而出。诸位且听好了。喂，写诗就赶紧，莫要在这里搔首弄姿。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好一个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，绝了！这句倒是真有些妙，莫非是他早就备好的？记得小平初见两中新字罗衣，琵琶弦上说相思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他竟把平儿姑娘写进词里，真是无耻。可这词确实不俗，有了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之后，我竟有些期待这个败家子在这句铺垫之后会写出什么样的诗句。这最后一句竟如此有意境，明月犹在，照着他的身影，好似披着彩云一般归来。这词虽然之后一句点明了相思二字，但其中哪一句不是写满相思？平儿姑娘，我这词如何啊？方公子才华无双，平儿，多谢公子赠诗。完了，平儿姑娘这是真被他打动了，今夜这风头怕是全让他出了。你就是柳平儿吧？你找我们平儿姑娘做什么？哈哈，你说能干什么？来你们青楼当然是找姑娘。我听说你们闻香阁的第一花魁便是柳平儿，所以今夜我就要这个。呸！北蛮野人，平儿姑娘也是你能亵渎的。平儿姑娘乃是清谷人，不就皆可？哼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这种姑娘就应当陪我们北蛮的勇士。这位大人，今日是平儿姑娘的茶围会，还请你按照规矩来。让开！大人，还请按规矩来。规矩？呵呵，那是你们楚国人要遵循的，和我北蛮人无关。红儿，北蛮野人，你太过分了！羸弱不堪的楚国人也敢和我叫板，
告诉你，在我北蛮，美女只会配勇士。今天我就要好好陪着小娘子玩上一玩，也让你们看看北蛮男人的威风。在大楚境内还敢如此嚣张，我看你是活够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想拦我？简直就是笑话！动刀兵，你可考虑清楚了，我乃是北蛮使臣，若是你敢动我，北蛮国就会第一时间开战。到那时，你们楚国边境会怎么样，就不用我说了吧。公子，你先离开，这里的事情我来解决。北蛮野人竟如此嚣张，今日我真是长了见识了。穆英放心动手，除了是孤单着。殿下，此事不能冲动，此事关乎两国邦交，若是破坏了陛下布局，这问题就麻烦大了。穆英，若是此人执意乱来，我给你权力揍他，狠狠地揍他。殿下放心，有我穆英在，必然不会让这蛮子乱来。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都请太子闭上。不错，就该如此。一个妓女而已，何必动刀动枪？你们放心，我会给钱的。欺人太甚！这闻香阁就是风月场所，当然，若是你们能打赢我，这女人让给你们也无妨。我们北蛮向来敬重强者。哼，粗鄙莽夫！这里是大楚，不是你们北蛮的干寒之地。这位大人，平儿暂未出阁，还是亲故人，还请大人原谅。至于大人说的，我这就让人去通知妈妈，让她给你安排一些姑娘。不必了，我已经决定好了，今夜就是你了。张龙，有没有把握将这些人拿下？少爷，小事一桩。好，北莽野人，休要嚣张！他穆英不敢拦你，小爷敢！动手！放开大人！穆英，围住他们！楚国懦夫，你敢动我，就等着我们北蛮大军压境吧！是吗？莫非你是北蛮国的大汗？我北蛮大汗迟早有一天会带领北蛮铁骑踏平你们楚国。你们北蛮要真想动手，早就动手了。不要给本公子说什么出兵，你一个使者能做个屁的决定？你们北蛮的事情和本公子无关。现在咱们算算咱们之间的账。按照规矩，平儿姑娘今夜便是本公子的人，而你现在竟然要从本子手里抢人，你说这事儿怎么算？哼，有胆你就动手！我还真没见过这么过分的要求。不敢就放了我，我可是北蛮使者啊！诸位都听到了，是他让本子动手的。你该死！拉起来！方公子手下留情，莫要出了人命。我是北蛮使者，此人打了我，你们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就等着我北蛮刀兵吧。本宫也刀。住手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是这北蛮人闯进来，强要平儿姑娘，还动手伤人。方公子是为了阻拦他，才让护卫出手的。将这些北蛮人先送入大牢，其余事情等我禀告大人之后再说。方公子，麻烦你也跟我们去一趟。本公子也要去，事关北蛮使者，所以麻烦方公子跟我们走一趟。他是不是也要去？这个他是前国公之子，就没必要去了吧？无妨，我和他一起吧，毕竟我也有的参与。不错，本公子发现你终于爷们儿一回了，不然下次见面，本公子都要准备叫你穆姑娘了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出状况了！京城重地能有什么状况？什么事儿？让你着急忙慌的跑过来？北蛮使者在闻香阁和陈国公之子前公之子打起来了，北蛮使者被打成重伤，现在他们都被关在顺天府大牢。什么？你说北蛮使者和2位国公之子都被抓了？是。快去准备，本官要入宫面圣。没想到啊，你穆英竟然愿意跟本公子一起进来，本公子还以为你会拒绝。是吗？明明那个北蛮人已经亮明身份了，你还要动手？切，为什么不动手？一个异族跑到你家里，当着你的面要抢你的女人，这个时候是个男人都不能忍，这有什么好问的？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本公子乃勋贵之后，世代享受大楚国恩。我爹这个咸鱼都跑出去为国效力了，本公子怎么能看异族在家里欺辱大楚百姓而坐视不理？而且维护大楚百姓是我大楚必须要做的事情，
哪怕这个百姓是个妓女，那也不行。我知道，你们陈国公府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你放心，这事儿落不到你头上，我会保你。哈哈，沐英，说实话，其实本公子挺瞧不上你的。一个勋贵之后，成日里在太学吊书当，关键是这样就算了，你还出卖本公子。但是现在你又自己牵扯进来，然后说出这样的话，本公子开始有些欣赏你了。一样。不过，你身边的那个楚兄呢？和他无关，自然不用他来。大人，我家侯爷不在家，少爷一个人在牢里，我不放心，求您让我跟他一间，好照顾他。得嘞，等着。好家伙，昨天还说要保本公子，今天就没影了。少爷，昨晚后半夜沐英就被接走了，走之前他让我转告你，今天就能把你放出去。张龙，你身手不错，这么轻易就将那蛮子放倒了，不错。等出去之后，以后你就安心跟本公子。你怎么来了？方公子，公子，小女子虽是红尘之人，但也是一个感恩的人。这次若无公子出手，小女子不知道会是怎样的结果。若公子不出来，小女子就一直等。大可不必，本公子死不了。公子，你一定还没用餐吧？这是我命闻香阁厨子为你做的几个小菜。张龙，干饭了，吃饱了才有力气保护本公子。多谢少爷。刚才本公子还在惋惜，本公子的老爹去外面了，没人给送饭，没想到转头平儿姑娘就送来了，真是感谢。公子，还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？你确定？事情倒是有一件，让本公子看看你不戴面纱的样子。公子是我的恩人，以后公子想看随时可以。公子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平儿姑娘的容颜真是动人心魄，让人难以忘怀啊！公子放心，我会为公子奔走的。这个给你，请您收下。呵呵，方阳，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没想到你竟然为了这样一个娼妓打了北蛮使者。我喜欢，用你管。有事就说，没事就走，不要在这里打扰本公子的心情。方阳，我来是通知你的，把你典当出去的那100多亩良田转给我，还有你天仙醉的酿造方法也一并给我。怎么样，给不给？你说句话。你要带本公子赎田地，然后帮本公子经营酒楼。殴打北蛮使者此事干系重大，若是不妥善处理，必然会引起两国刀兵。我父亲说圣上知道此事之后龙颜大怒，你还有你身后的陈国公府，只怕这次没那么轻松过关。方阳，你知道的，我是希望你能好的。现在将这些东西转给我，我也好有余力和资金去为你奔走。依然，你对我如此之后，我方阳又怎么忍心让……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，等你签完字，我会去找崔浩，只要他愿意，我会将这些田地和天仙醉的酿造之法加在嫁妆之中，这样我就能让崔家出手救你。依然，不！依然，去追求你想要的吧。你对本公子的好，本公子记在心里了。若是本公子能出去，必然会再登宋府，求娶姑娘。方阳，你不用如此痴情于我，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不过若是此事你有需要的话，随时可以让人来找我。至于提亲的事情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以后切莫要再提了。方公子，你让平儿姑娘见笑了。刚才我真以为公子要签字了。呵呵，真当本公子是3岁小孩吗？公子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奔走，将你救出来，哪怕是去告御状也在所不惜。什么？公子放心，平儿定会想法子救公子出来。平儿姑娘，公子还有什么事要吩咐？平儿姑娘，你的心意本公子心领了，但是你放心，不用你去告御状，不消2天，本公子就能出去了。
那好，平儿就等公子出来，公子保重。还挺香，不过好好的送本公子手帕干啥？哈哈哈哈！少爷，这位柳平儿姑娘是垂青你了，这才将这手帕送给你，这叫定情信物。你是说，这柳平儿看上本公子了？这也太突然了吧！这个方阳真是个不省心的，前脚才被开除太学，后脚就被永平侯弹劾，这还没刚消停，又打了北蛮使臣。陛下，这小子北算是在朝堂上出言不逊，这转头就被方阳给收拾了。是，他是打爽了，这后面怎么处理，可是让朕头疼了。陛下，前国公之子穆英在殿外求见，让他进来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这个时候来见朕有什么事情？陛下，臣来是为了陈国公之子方阳求情。你为那败家子求情？是。有意思，你们两人不是不和吗？竟然还帮那个丸子求起情来了，说来听听。陛下，臣为方阳求情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无关，全因臣觉得他说的话没错，所以才来。他说的话？我乃勋贵之后，世代享受大楚国恩。我爹这个咸鱼都跑出去为国效力了，我怎么能看着异族在家里欺辱大楚百姓而坐视不理？而且维护大楚百姓是我大楚必须要做的事情，哪怕这个百姓是个妓女。那个败家子倒是会说，大楚的百姓，朕自然会维护。这个方阳，朕会放他。多谢陛下。那个败家子不光有诗才，还有这份心，真是出乎朕的预料。王宝，奴才在。去。叫上太子陪朕一起出去。是。你们可以走了。这速度，不愧是前国公之子啊！不过那个北蛮野人呢，也放了？关着呢，上面没说放那蛮子。没想到一觉竟然睡到这个时辰了。我家老爷有请。我可以拒绝吗？不行。你们这样我看不到走路。哎，公子，你等在原地。我刚才是不是应该阻拦一下？咱们这是去哪里？没人的话，那我就摘掉了。这大热天的怪热的，没到之前不许摘。不让摘，你回答我不就好了？还动起手来了，信不信本公子投诉你？就没见过如此木讷之人。不错，风景秀丽，凉风习习，倒是舒服。听说你又惹事了。什么叫又惹事？我什么时候惹过事？你打了北蛮使者。切，只打他一顿那是给他脸了，不然绝对让他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哼，你倒是痛快了。你可知道圣上在我面前骂你了？哦，是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打了也就打了。虽然我不清楚北蛮和大楚之间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但是经过昨日一事，我可以断定，大楚和北蛮迟早会有一战，因为大楚太软弱了。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本就是利益驱使，而实力强的那一方永远都是利益获得方。正所谓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弓箭射程范围之内。就因为大楚软弱，所以对方一个使者就敢在大楚国内如此肆无忌惮强抢民女。相反，若是我大楚弓箭之力让北蛮胆寒，那么这个胆敢作奸犯科使者，大楚直接将其斩杀。他北蛮只说杀得好，但是现在对方蛮横无比，还言要发动战争，所以对方俨然已经大楚国内当成了砧板上的肉，欲杀欲求皆为随心。你当真不知大楚和北蛮之间的关系，就通过这一件事分析出来了？当然，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？你当真认为北蛮和大楚会有一战？要知道，两国之间已经相安无事了20多年，现在朝堂之上可是都希望和平的。
其实不用我说，你是王爷，肯定要比我知道的多。你上次不还说北蛮让大楚下嫁公主，再缴纳贡品换取和平吗？这种和平要是也能被称之为和平的话，那无话可说。但是我可以肯定，这种和平长久不了。北蛮趴在大楚身上吸血，早晚有一天大楚会被吸干，那时还会有和平吗？好一句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弓箭射程范围之内。方阳，你确实是一块璞玉啊！多谢夸奖。你倒是不谦虚。其实我也是挺谦虚的。楚兄，晚上还去不去闻香阁？咱们一起去。这次不用带沐英那家伙。父亲，孩儿是去考察人间疾苦了，并不是相继。对不住，我不知道王爷不让你去。那王爷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送客。方阳，我改日你来我天仙醉，我给你摆酒请罪。逆子，今日非要让你知道什么是国有国法，家备有家规。哼！再有下次，朕就给你禁足3个月。父皇，儿臣昨天只是想出去溜达了一下，真没做别的。行了，不用再说了。那小子不是要请你吃酒赔罪吗？到时候多吃点。这小子够聪明，想要离开，直接把太子给抱出来。这方阳不错，可不能就这么浪费了。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，这个败家子，朕有法子打磨。王宝，奴才在。让人去成国公宣旨，就说方阳屡屡犯错，又殴打北蛮使者，其性顽劣，让其前往顺天府当个衙役，以示惩戒。是。少爷，行了，走吧。真是的，也不把我送回家。少爷，哭啥？本公子这不好好的吗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可担心死我了。老爷又不在，少爷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也没脸活着见老爷了。方光，方光，火盆桑胎，赶紧来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成国公之子方阳顽劣不堪，目无法纪，殴打北蛮使者，其罪当诛，其死罪可恕，活罪难饶。现调方阳为顺天府衙役，明日赴任。钦此。穿越一会儿，自己还没好好享受生活，这就又要去当牛马，简直惨无人道啊！还不谢恩？哎，臣接旨。公公，这圣旨能给陛下送回去吗？哎，公公不要介意，这是给你买杯茶水的。这圣旨我会好好遵从的。方公子放心，你这是在陛下面前留名了，而且陛下亲自给你安排职位，显然是记住你了。陛下亲自安排。少爷，这些日子你就消停一些吧。老爷不在，真出了事情，我们也帮不了你，只能跟着干着急。是了，得有帮手才行。什么？王富贵那边收粮的事情，你说过了吧？王掌柜昨天也去相看了，粮食什么的都说好了，这2天就去拉回来。不错，这样本公子就可以准备后面的事情。张龙，少爷，顺天府那边衙役的事情，你找个护卫帮我顶几天。是。少爷，这不好吧？这可是皇上给你安排的差事。无妨，皇帝老儿总不能一直盯着我吧？这……放心好了，顶几天而已，等本公子忙完过去就是。前些时日本公子说的琉璃的事情，你和王富贵说了没？说了，王掌柜说琉璃装酒从来没有过，而且制作琉璃的工匠所需费用太高，再加上要收粮食，所以这件事王掌柜就先放在后面了，准备粮食收购完成后再和少爷你汇报。工匠贵啊，没事儿，本公子有办法。张龙，跟本公子出去一趟。少爷，你的莲子羹，赏你了。方公子，你们家公子在不在？不在。我们公子外出了，不在。本公子当初与你们冯公子一同被逐出太学，现在又不能去读书，怎么会不在府中？方公子，不瞒你说，上次你拉着公子往祭酒的酒葫芦里撒尿，老爷知道后可是狠狠打了公子一顿，同时下令不准公子再和方公子你往来。管家，你放心，劳烦你再去通报一下，就说我方阳这次前来，绝对不是带贵公子乱来的。经过上次一事，本公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了。现在本公子已经洗心革面，要重新做人。这次来找陈公子，就是为了带陈公子挣钱的。那，这个我再进去通报一下。
我家老爷让我把他的话原封不动的给你。滚！老东西嗓门不小，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。少爷，陈国公家里不同意，要不咱们去下一家？无妨，这京师本少爷就是朋友多，既然陈国公府不愿意，那就找别人。方兄，不是我不愿，是我实在没办法。上次你说往犄角的葫芦撒尿，我跟你站在同一条线上，结果回家我爹差点没把我打死，我真的怕了。这叫别人吧，我发誓，你就饶了我吧。缺德事儿，少爷。唉，人心中的成见就是一座大山啊。无妨，下一家。方兄，上次尿是你撒的，打是我挨的，你的生意我真的不想参与，你去问问别人吧。活了10几年，竟是一个朋友都没有。呸，垃圾！当初上太学的时候，若是能多上几天学的话，说不得就不会如此了。有了，卢国公之子程勇，当初紧跟在袁深之后第2个就往酒葫芦里撒尿的存在。方大哥，你来找我了。老弟，哥哥想死你了。方大哥，我也想你。对了，方大哥上次的事情你挨揍了没有？我跑树上去了，我爹没上去。对啊，下次我也上树，不对，我爹也会上树，那我跑出去，这样就不用挨打了。老弟，其实不想挨揍，跑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咱们得做成事情才行。这次大哥我来找你，就是为了和你共谋大事。大哥，你要干啥？造反的事情可不能干。方大哥，只要不是造反，啥都好说。你说吧，这次往谁轱辘里撒尿？你想什么呢？大哥，我是会坑你的人吗？我找你真就是赚钱。行吧，方大哥有啥事你说吧。我新开了个酒楼，叫天仙醉，你知道吧？这次找你来就是合伙挣钱的。天仙醉的名头现在已经出来了，我最近准备进行品牌升级，让天仙醉正式成为京师头牌。不过现在缺少点工匠，我们陈国公府没有，你们府上有吗？方大哥，说好的不坑我的，你要干啥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只是找你借工匠，工匠到位，我算你入股，到时候你等着分钱就行。怎么样？府上有没有工匠？有是有，只是有就成，只管放心把人借我，咱们一起发财。好，好，等我买好地皮，直接就把你府上的20名工匠借给我。方阳，我操！方阳，你休想跑！就算是冲进你陈国公府，我也要拿下你！方阳，你出卖我！我什么时候出卖你了？你在我父亲面前揭露我去闻香阁的事情，这算什么出卖？什么？你又没和我说你爹不让你去青楼，你看我爹就不管我，我还以为你爹也不管你，这你能怪我吗？不对，明明我已经给你使眼色了，你还说你就是出卖我。我还以为你那是要约我晚上再去闻香阁呢。沐英，你来京师带没带工匠？带了，怎么了？有多少？30多人，都借给我。天仙座，我算你1成干股。你说真的？那还有假？干不干？干！这天仙醉挣钱很厉害，岂止是厉害，现在整个京师谁不知道平生不喝天仙醉做到丞相也枉然的诗句？这天仙醉现在可是出了名了，说是日进斗金都不为过。我借给你100名工匠，全是我府内的，但是我要2成干股。这怎么了？不够吗？够是够了，但是你爹那里……不止你爹啊，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。我府上的工匠和我爹没关系，你只管同意就是。我是挺心动的，可是若是你爹不同意的话，那天我说漏嘴了，岂不是又成出卖你了？我方阳是绝对不能做这种出卖朋友的事情的。哪怕是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也绝对不可以。方兄仁义，我辈行走江湖，皆以仁义行天下。如此，楚兄的这100名工匠我借了2成干股，楚兄等着分红吧。好，以后多多仰仗方兄了。哈哈，哪里话，咱们共同发财，共同发财。工匠、地皮、原料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阿古拉巴图乃是我北蛮使者，你们怎么还不将人放出来？这就是你们大楚的态度吗？既为出使，到我大楚就要遵我大楚律法。阿古拉巴图目无法度，强抢民女，按大楚律当斩。现在看在是北蛮使者的份上，我们只是做了关押而已，还不算态度吗？诚然，这件事情是阿古拉巴图的错，但他现在身负重伤，而且我们还肩负着2国和谈的使命。哼，2位是不是和谈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，后面就看阁下的要求了。公子，你要的山楂、草木灰等东西都在这里了。行，你去忙吧。
接下来就按照我教你们的方法，开始制造炉子。方阳，这么做你确定能成？放心吧，一个玻璃瓶子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大家伙。你确定能比琉璃还通透？废话，我做事你放心，我这里有完成的工作连城，弄出来这种东西，花个几千两差不多就弄出来。几千两？你确定不是在败家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工匠的钱又不是我出，银子又不是我的。你坑我！你这话说的，这怎么叫坑？这么多工匠，你放在家里也是白养着，到我这里干点活，给你挣点钱，这叫勤俭节欲。本公子向来该省省，该花花。要是不找你们借这些工匠，你觉得你凭什么能拿到我日进斗金的天仙醉干果？反正被坑的又不是我，太子还弄了100个工匠，比我的3倍还多，不过才得了2成干果，这么一算也算是赚到了。行吧，经过上次的事情，我谢家9代的生意越来越差，相反这方阳的9代生意却是蒸蒸日上。我不信会有仙人看上你这个败家子。少爷，方阳在长乐坊买了一处院落，里面集中了不少工匠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知道了，方阳，我定让你付出代价。你心乱了。父亲为何如此大罪？他安然无恙的出来了。陈国公在无人之时站出来帮助了皇帝，就这个情分，皇帝就不会把那败家子怎么样。当时我就警告你不要妄动。北蛮使者此乃重罪，就算不处死，那也要被流放。谁知道陛下怎么就连惩罚都有，就把人给放了？现在满朝诸公都在准备议和，陛下如此，北蛮又怎么会？好了，满朝诸公也不全是要议和的。这次北蛮要求太过分，陛下显然不愿意答应。那败家子此举正好帮了陛下而已。那陈国公府的地基还有天仙罪，我岂不是没有机会了？依然，你既然已经退了婚，那就和那败家子划清界限。若是这么纠缠下去，只怕崔家对你也会有意见。父亲，可是这么多年过来了，陈国公府的这些东西本就该是我的，现在你让我不要想了，我做不到。既已退婚，又何谈是你的？父亲，你不用管了。那方阳历来对我言听计从，只要我稍稍示好，他就会乖乖把东西给我。既然不让我帮忙赎回，那就等他自己赎回了，我再去取。子曰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自己尚且做不到，那败家子又怎么会做？事在人为。嫁给崔郎的时候，我必定会带着陈国公府的全部作为嫁妆，嫁入崔府。哎，随便你吧。木英大哥，方大哥让你叫我来，就为了看这个。这有啥好看的？一群人围着几个炉子来回转圈，而且这温度把人都要烤熟了，应该要出结果了，不然方阳也不会让张龙叫咱们过来。说好的我只管分钱，弄好就弄好了呗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在家吃冰镇寒瓜。本来按照张龙的话是要叫太子一起来的，不过楚能之前已经说过了，他只管拿钱，其他的事情让自己盯着，所以就被他给挡下了。因此，天仙族4个原始股东现在只有3人在场。唉，就按照这个制作。分出来几个人，给我去按照这个瓶口做木塞，按照这个形状做。这样若是瓶口大小稍微有差异的话，就可以多往里塞一点。木材要选软料，没有异味的。是，东家。公子，你选的这些玻璃瓶的成功率差不多只有4成，这么做会不会太浪费？没4成也可以了。回头你们加油，想办法多做实验，看看哪里的问题，争取改进一下，把几率争取做到6成以上。最近加把劲儿，多赶些货。酒娘已经备好，等瓶子到位就能装。这批货出了，每人都有赏钱。怎么就你们俩来了？楚大能呢？他有事儿，不用管他。行，这次叫你们来不为别的，玻璃瓶烧制出来了，咱们的新酒也出来，带你们先尝尝酒，看看怎么样。有酒喝，那感情好。这酒怎么感觉味道不对？一口入腹，整个人都暖烘烘的，辣味直冲嗓子眼，怎一个爽字了得！说到底，这天仙醉名不副实啊！走，找掌柜退钱去。吵什么吵？有什么事情直接和本公子讲。这就是陈国公府的败家子方阳吗？这打了北败家子酿酒，那我更相信这就是外城的劣质黄酒。就你们俩来找茬？方公子，我们是来揭负真相，这酒不是仙人酿的，是外城的劣质黄酒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说本公子的酒是假的？我没说它是假的，只是……既然不是假酒，那你凭什么指责我按仙人之法酿造的天仙醉？方阳，你不要得意忘形。我们已经试过了蒸馏之法，每次蒸馏之后，酒水浓度就会增加。若是多蒸馏几次，必然就能达到这个味道。所以你这个天仙醉就是外城的劣质黄酒。谢公子好口才，不过你不知道，仙人酿酒之法可不止这一种。现在的天仙醉只是最简单的一种，味道是差些，但也绝非劣质黄酒能比。这几日最新一批用高等手法酿造的天仙醉就会推出，到时诸位便知
我这到底是不是仙人手法？这最简单的酿造方法就已经如此烈了，若是比这还高等的酿造手法，那酿出来的酒得是什么味儿啊？诸位，天仙醉新品半月内将会上市，届时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这次酿酒之法，本公子绝对是用高端的仙人手法所酿造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他的天仙醉竟然还有其他品种？少爷，真要用琉璃装酒，工坊已经花了数千两，成本太高了，酒还能卖出去吗？呵呵，区区几千两而已，买工坊用了800两，工匠的钱又不用我们出。这就是朋友多了的好处，工匠朋友出，地块自己买，就算亏了，自己还有块地。感觉人都麻了，这样一算，府里基本就没怎么花钱，少爷就把事情办完了。殿下，外面已经传开了，说是方公子召集了100多名工匠，正在夜宵忌日的研究琉璃的制造，据说花费了数千两白银。这么多！这方阳当真是个败家子，竟然耗资数千两搞琉璃装酒。陛下，顺天府那边方阳找了护卫去顶替，要责令他去吗？不着急，看看他的天仙醉能整成什么样。说吧，这一次你做没了家里多少银子？没花钱。没花钱？那个败家子建造琉璃坊，传闻投了数千两进去。你说你有干股，怎么白白给你的？我只是提供了20名工匠，没了。还有500两是买原料的。楚公子出了100名工匠，我和沐英各追加了500。爹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怎么还抽人？抽人？我抽的是人吗？你个小畜生！谁不知道方阳是个败家子儿？上次你和他混在一起，导致被太学开除，现在你又和他混在一起，怎么？你是觉得咱们卢国公府传承的久了吗？赚钱，你脑子被驴踢了。那败家子儿挣钱，你还不如指望你爹我去战场多捞点军功。你这10几年活到狗身上了吗？爹，方大哥说了，赚了钱给我分红，不用我管事。我已经做了。爹，你说过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借都借出去了，我相信方大哥。你还敢跑？老爷息怒。老爷，永儿既已答应方阳，现在去要人不合适。成国公正巡边，若安然归来，必被重用。永儿结交方阳不全是坏事，让他以后多个心眼便是。方阳大哥的方法真好用，只要跑得快，就能少挨打。只是可惜，自己方才跑慢了，不然背上的一鞭子也挨不到。怎么还不来呀？是不是吹牛啊？大哥，我爹说，这次完成之后，让我把工匠带回去。不着急，咱们现在好不容易起步，现在带走，那岂不是半途而废了？放心好了，你叫我一声大哥，那你就是我兄弟。我方阳出来混，只靠3样东西，那就是义气，义气，还是义气。所以人就先不要带回去了，大哥我会让你给你爹一个交代。今天就是你说的7日之期了。现在灌装已经基本完成，准备运酒过去吗？不着急，灌装完成之后，就是咱们的标签要贴在封口处，这样才能将咱们酒窖系统化。上面这个是酒的品牌天仙醉，下面这个是系列名称。还有这等说法？让让，麻烦让让，新款天仙醉已至，有需要的可以先排队。真是琉璃！天哪，这败家子真的用琉璃装酒啊！我的天，这满满的2车，最起码也得有上千瓶了吧？这得多少？这败家子就一点都不怕会倒吗？如此之多的琉璃瓶堆在一起，碎一个不得心疼大半天？大哥，又一批人，又一批人！这个败家子和传闻中的是一点都不一样。爹，方阳这小子到现在都没敢开张，只怕上次他就是吹牛，这次肯定是怕了。平儿，那败家子还没出现，不一定就是没有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不要掉以轻心。爹，你放心吧，就算那败家子今天拿出来新品酒，我也有办法让他关门大吉。哦，什么办法？既然那个败家子说是全新的一致，但凡咱们尝出来有一丝和别的酒相似，那么咱们就以此点为攻击，让他关门大吉。先前那位大师第2日就请辞离去了，说是年事已高，身体每况愈下，不能任事。好在少爷没有抛弃自己，带着酒来了。老王，开始吧。好嘞，少爷。少爷，酒水饭菜已经为您和2位公子在2楼雅间备好了。诸位，此酒
便是我们少爷推出的新款天仙醉。这逆天啊！当真是琉璃庄酒！我听韦陈国公外出公干，这败家是要把陈国公府一口气败完吗？琉璃庄酒，光是这琉璃瓶子都要价值千两啊！败家，就这琉璃庄酒谁买得起啊？之前的天仙醉是我家少爷小试牛刀酿造而成，只能算是普通款。此酒乃是天仙醉勇闯天下系列，度数已经到了48度，度数越高，浓度越高，也越深香。数字就刻在这里。你这酒味道怎么样？和哪种酒相似？天仙醉乃是独一无二，想知道什么味道，诸位可以自行购买品尝。价格呢？新款天仙醉酿造极其复杂，再加上使用琉璃庄酒，所以价格是30两白银一瓶。30两，快1年收入了，但琉璃瓶都不止30两啊！好香啊，这酒真是绝了！妙，这酒怎么样？酒香而不腻，酒辣而不呛，入口绵柔，当真是好酒。此酒和京之现有的酒水比，有没有什么味道相似的？没有，至少我所喝过的酒里，从来没有和这酒味道相似的。我的天，真的第2种天仙醉，连酿酒大师都说绝对没有相似，太厉害了！若不是仙人传授的酿酒之法，怎么可能？那对联还没人对出来，赶紧找人对，到时候拿到折扣买1瓶尝尝。方兄真是好手段啊！看这情况，这2车天仙醉是完全不够卖了。若是京师内连这2车天仙醉都吃不下，那这酒楼不做也罢。不过，方兄你这价格赶上抢劫了，而且你这琉璃瓶都是半斤装的。抢劫？那才能挣几个钱？这天仙醉可比抢劫来钱多了啊！哈哈，方兄，我看你这新酒生意很是不错啊，这次又有什么好事找我？楚兄，我们可就等你了，这样咱们4个原始股东就到齐了。楚兄，大家跟着我提心吊胆了这么久。尤其是咱们的小弟程勇，更是被他爹追着揍，所以这一天我准备分发分红，让他能给家里一个交代。分红？没错，就是分红。大哥，你别闹了，第1天开业能挣多少钱？分个几10两银子，回家还不是一样要被打？有钱拿就行呗，怎么还会被打？别提了。上次要不是我母亲在，我今天能不能下床还另说。这么凶残，谁说不是呢？我爹抽了我一马鞭，现在我的后背还在隐隐作痛。放心，绝对不是几10两那么简单。没看见这辆车都已经卖光了吗？咱们来的时候，后面的马车都还在装车，所以不要着急。我的天，这天仙醉卖爆了！谁说不是啊？这一车少说也得有几百瓶，2车差不多上千，现在第4车都见底了，也就是说卖出去至少2000瓶了，1瓶30两，那得多少钱啊？哼，当街买酒，营造一副万人空巷抢购的景象，这败家仔的手段当真是可以。父亲，对不起。父亲，我有个办法，能够让他的天仙醉倒闭。哼，收起你的办法，给我好好经营酒楼，莫要再给我出什么幺蛾子。上次你被那败家子绑走，为父出了500两赎人，俨然已经成了笑柄。再有下次，别怪为父不认你这个儿子。今天第1天的收益已经出来了，这是账册，你们先看一下。123690两，不错，因为是第1天，所以售卖比较多，后面市场就会稳定，酒水销量就会趋于饱和，所以基本不会像今天这么火爆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准备找代理商了，这些银钱拿出来7万两分红，其余的用来后续运作。程勇，你和木英，你们都是1成干股，你们1人拿7000两，楚能2成，拿1.4万两。钱你们拿着，还有这份股份协议。管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爹睡了吗？老爷，
少爷回来了。哼，我问你，工匠带回来了吗？爹，我错了。哼，爹，我已经答应方阳大哥，而且今天给了分红，所以……闭嘴！孽子，我是不是警告你了？不要再和那个败家子厮混在一起。方阳大哥不是败家子，他很厉害的。孽子，为父的话你当耳旁风是不是？他还厉害，你当京师那些传闻都是假的吗？孽子，我是不是警告你了？不要再和那个败家子厮混在一起。别急，我给你带了礼物。哼，我稀罕他的礼物。老爷，永儿心里记挂你，你看，还给你带了礼物。父亲，我挣钱了。呵呵，就你还挣了？嗯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挣了多少。老爷，怎么了？这么多银票，你去干啥了？逆子，不会去抢了吧？王宝，奴才在。你说买酒的小太监看到太子进了天仙醉里面？是的，那小太监回来的时候，太子殿下在酒楼内还没出来。让人把酒给朕密封好，摆驾东宫。是。有钱了，以后终于不用再等着宫里发钱了。是吗？父皇，拿出来吧。什么？哪里来的？分红。和方阳一起？不用惊讶，说说吧。你说每月都会有1万两上下的收入。以后还会更多。行，这些你自己拿着花，其他的帮你收着。明天让人去催一下，让那小子去上任。哼，我看他是太闲了。是。小姐，你别这样，我有点害怕。害怕什么？害怕你坠入爱河。去，死丫头没个正形，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红儿，你说天仙醉的事情也忙完了，今晚他怎么不来找我？小姐，天仙醉的事情忙完了，说不准他还有别的事情吧？你别着急。可是你说他是不嫌弃我的青楼女子身份？毕竟他是国公之子。小姐放心了，虽然他是国公之子，但是那名声不提也罢。红儿，我决定了，今晚若是他不来，那明日我就去找他，问问他心意。若是他同意，我就为自己攒钱赎身。小姐，可是你赎身的话很贵的，而且公侯之家水很深的。再说了，方公子的名声也……够了，红儿，你跟了我有5年了吧？小姐，这么多年你跟着我也不容易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拿方公子的名声说事。他能在那种情况下救我，就说明他绝对不是传言中的那么不堪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国公府门第太高，就算你能进入，可能连妾室都做不到的。只要他愿意，我就是为奴为婢也心甘情愿。公子觉得太快的话，奴家可以等，奴家不着急。少爷，宫里来人传旨了，有救了。平儿姑娘，有圣旨到，今日就先说到这里，改日我去闻香阁找你，咱们再详谈此事。好的，公子，平儿便在闻香阁等你。这大楚的姑娘竟然这么直接，上来就要给自己为奴为婢，真是闻所未闻。造孽呀！老爷，我老方对不住你啊，没看住少爷。你快回来吧，不然这青楼女子只怕少爷要娶回家了呀。方公子，公公，这次是什么旨意？是陛下的口谕，公子您听好了。方阳，朕命你去顺天府当差，好生反省自己。而今你却找人顶替，当真以为朕不知吗？
现命你速速去赴任，若再有欺瞒，朕将你流放充军。流放？公公辛苦，我这就去赴任。若是陛下问起来，还请您帮忙美言几句。方公子放心，这事儿陛下没真生气，只要您去赴任就没事了。多谢公公，公公放心，我马上就去。也不知道这大楚皇帝抽什么风，这么大一个皇帝和我一个败家子较什么劲儿啊！少爷，当心祸从口出。知道了。少爷，那青楼女子，我自己在做什么，我知道。可是方公子来了。是我，诸位，当真是不好意思，此前有些事情耽搁，就找人顶替了一阵。方公子折煞我了，我姓赵，不过是一个小小衙役班头，哪里算什么大人？就算称呼大人，也得是我称呼您才对，毕竟您可是国公之子。哪里话，我毕竟是后来者，初次见面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就带了2瓶天仙醉给大家尝尝。方公子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东西太贵重了，我们哪里能收？哎，赵班头，你这说的哪里话？都是自家酿的一些东西，不值钱的，大家尝尝。谢方公子。诸位兄弟客气，日后我方阳还要靠大家指导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，还请大家伙不吝赐教。方公子不愧是国公之子，就是大方。谁他妈说成国公之子是纨绔子弟的？真他妈不长眼！方公子哪里纨绔了？就对咱们得这态度，甩那些当官的几百丈远了要。哼！以后谁敢在府衙说方公子坏话，都给仔细着点儿。是。班头，这酒放心，都喝得上。晚辈方阳见过郭大人。郭大人，此前陛下让晚辈来此任职，不过因为一些私事耽搁了，所以就找了人顶替了几天。现在忙完了，特来报道。晚辈知道这些天因为晚辈的原因，肯定给大人带来不少困扰，所以晚辈准备了10瓶天仙醉，以表歉意。这方公子说的哪里话？谁还没有点事情不是？再说了，前几日方公子暴揍北蛮使者，那可真是为咱们楚人争气呀！都说成国公的公子不一般，今日一见，果不其然。本官相信方公子必然待不了多少时日，他日拜会青云直上。若有事情需要本官帮助，方公子只管开口。郭大人抬爱，方阳记下了。这段时间晚辈会认真工作的。少爷，有什么事情你和我说，我去办即可。不用，刚好本公子体验一下生活。公子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永定河两岸，等下有船过来，咱们上去跟着船走一圈即可。船家多少钱？这2位哥哥的钱，本公子一并付了。这位大人不收钱的，您放心做就好了。不要钱？不是，不要钱？他们怎么挣钱？方公子，这京师水系四通八达，所以便催生了漕运，久而久之，便形成了不少漕运帮派。然后他们便开始瓜分河段，收多收少都是自己定价，挣钱自然也咱们的船费。一般他们这里有什么事情，只要不是太大的事情，只会咱们一声，也都让他们自己解决了。郭大人也不过问吗？只要按时交税收，郭大人一般不会过问。也就是说，府尹只过问大事。方公子，前面咱们就要上岸了。船前面转了弯之后，就不是咱们的巡视范围了。方公子，咱们衙役就是这样的差事，平时闲的时候就如同现在一样轻松的很，走一遍就结束了。但若是有事儿，就会忙一些了。方公子放心，您在应天府的这段时间，你的事情我们包了，巡街的事情，您要是想跟着溜达，那就来看看；不想的话，你就在班房等着也行。那我就多谢2位老哥了。快！人员故晓了，出事了！死人了，一个女子，尸体被一个壮年男子抱来的。我猜多半是情杀。接下来是不是府尹要开庭审案了？没错，府尹大人肯定接这个案子，会先开庭问问情况。上次就有一个情杀，城南的屠户砍杀了邻居儿子，哎，真是得不偿失啊！将报案人带上来。堂下何人？有何冤屈？速速道来！大人，小人名叫赵虎，怀里抱的是我小妹赵小丫。今日小妹被歹人所害，求大人做主。张龙赵虎，缘分啊！你可知歹人是何人？正是成国公家的败家子方阳。啥？本官且问你，你确定要昌城国公之子方阳？对，小人就是要告那败家40出。
有人亲眼所见，就是那败家子带人想要凌辱我家妹子，我家妹子不同意，就被他带人残忍杀害啊！你说杀人者乃是陈国公之子，我看你是胡说八道。大人，有人亲眼所见，又怎么会是我胡说？哼！本官问你，你一介草民怎么会认识陈国公之子？陈国公之子又怎么会对你妹妹起了歹心？是当初天仙仙醉开业的时候，我带着妹妹去买了一瓶天手，本公子怨上你了，小人这才相信对方说的是陈国公之子。赵班头。小的在。赵班头，方阳所说可是真的？回禀大人，都是真的。我们在场的衙役都可以给方公子作证。大人，应该不会吧？而且您素来与人为善，谁会找你麻烦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方阳的天仙罪一出，不知道得罪了多少酒坊，而在京师做酒坊的，又有哪个是简单？此事可大可小。不过既然把主意打到我这里来了，那他们就得付出点代价。先让仵作验尸。赵班头，你带人跟着赵虎前往事发地查看，同时将他口中的目击者带来问话。是，大人。既然有人要陷害本公子请求一同前去。也好，带着原告一起。赵班头多带几个人。少爷，你去让穆英过来，同时去找程勇，把事情说一下。劳烦卢国公帮个忙。少爷放心，我马上去处理。赵虎是吧？你妹妹不是本公子杀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来陷害本公子的，那就另说了。是不是？我赵虎现在了无牵挂，若查明是你杀了我妹妹，我必然让你以命偿命。本公子会出手的。你杀人了？本公子杀你个头！本公子天天在府衙板房吹牛打屁，去哪里杀人啊？不是就好，那你叫我过来做甚？有人正说是亲眼见到本公子杀人，本公子想了想，就你的气质和本公子接近，就想让你假扮一下本公子，看看对方是不是能认出来。谁和你这种败家子像？四伯，在家吗？虎子，怎么了？四伯，我小妹被人打死，当时你在场，官差想找你问问情况。不用问，就是那个陈国公的儿子打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看清凶手长相了吗？看清了，就是那个败家子儿。哦，那你确定是本公子杀的人？呸！败家子儿就是你打死的人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不就是陈国公府的败家子方阳吗？我知道。四伯，他根本不是方阳。不是吗？可能是我老眼昏花看错了，但是他们说的话绝对没假。那人就是自称自己是陈国公的儿子方阳，让你小妹去他府上做妾，你小妹不同意，这才被打死的。老东西，你年纪里边言乱语，到了府衙小心大刑伺候。赵班头，别跟他多说了，带回去让府尹大人决断吧。带走。不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杀我小妹的是不是就不是那败家蛋？虎子，就是那败家胆杀的。老头，你是不是收别人钱了？胡说！年轻人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赵老四说的就是实情，从来没人给我钱。老头，那你一年能挣多少钱？我们平头小老百姓哪里能和你们这些当差的比？一年也挣不到几个子儿。班头，这传人太多了，我们等一下搜。好，别晚了，开堂。大胆赵老四，敢作伪证，当真不怕大刑伺候吗？大老爷饶命！大老爷饶命啊！小人说的句句属实，绝无半句假话呀！哼，那我问你，你既是亲眼所见，为何又分不清哪个是陈国公之子？我。这老头年纪大了，兴许是老眼昏灰看不清，但是他听到总不能是假吧？何人喧哗？回国大人，我乃是当朝昭义将军永平侯谢林之子谢平。老伯，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毕竟可不是他这个败家子说了算的。小的知道了。大人，小的年龄大了，看不清了，但是耳朵听得一点都没错。那人自称自己就是陈国公之子，京师第一败家户方阳。谢平，你可以啊，明的斗不过，竟然和本公子玩阴的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这条人命一出，你觉得此事还能善了吗？方公子说的哪里话？你杀人和别人有什么关系？本公子只是路见不平而已。大人，既然已经有人指证，那么是否可以将方阳收入监牢了？谢公子真是好威风啊！国公之子说收监就收监，你当这顺天府衙是你自己家吗？穆英，此事和你无关吧？我也是路见不平而已。够了！当我顺天府衙是什么地方？是大人。全是听别人说的。郭大人，顺天府乃是京师重地，天子脚下，断案更是马虎不得。郭大人现如今做事如此偏袒，将公道、将王法置于何处？谢侯爷，您怎么过来了？郭大人，顺天府乃是京师重地，天子脚下，断案更是马虎不得。郭大人现如今做事如此偏袒，将公道、将王法置于何处？谢侯爷，您怎么过来了？路过，刚好看到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在这里，就看看怎么回事。没想到竟是看到了这一幕，郭大人却让嫌疑人至今逍遥法外。侯爷说的是我考虑不周。来人，给谢侯爷看座。小子，犯了错就乖乖认，看在我和你爹的交情上，我会帮你说话的。那我真是谢谢永平侯了，先是给我送了500两零花钱，这又要帮我。哼，侯爷，此案疑点重重，这方阳全天都在府衙之内，在场的所有衙役，包括下官，都能为其作证，所以说他杀人，此事绝对是不可能。若是就这样将人收监，只怕后面不好处理啊。
既然方贤侄完全没有嫌疑，那就应该赶紧去追查真凶，而不是让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。我听闻有勋贵要参与地方政事，就过来看看。没想到永平侯也在，真是巧了啊！卢国公说的哪里话？我只是听管家说，我儿谢平在这里主持正义，觉得更有意思。永平侯之子当真是满腔热血，一身正义，竟是能在这府衙内严定乾坤。国公言重了，我就是为了不让孽子影响公堂进度而来的。孽子还不回家，在这里找打吗？爹，我这就回去。谢侯爷何必如此焦急？谢公子既然赶来，必然是有把握的。方阳，你不要胡说，我有什么把握？我只是看不惯你草菅人命罢了。本公子也没说你什么。你赵老四，本公子问你，如今你在做什么营生？说，这小的在家种田，闲时抓鱼虾去卖，好的时候一年下来，差不多能有2两银子。那这么说，50两银子，你得存多少年？25年。府尹大人，回来的时候，我安排衙役去赵老四家中搜了一下，搜出一锭50两的银子。四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大胆赵老四，还不从实招来！大老爷，我错了，我没办法。当时我要是不收钱，我也会被打死的。洪帮主，你的人全部滚出漕运码头，从明天起，京知漕运我说了算。肃王王一句话，你爹都保不住你。肃亲王嘛，那又如何？肃亲王每年从漕运拿多少银子，我手里都有一份，送去大理寺。涟水帮勾结亲王私吞漕银，证据确凿。你赌的是苏亲王能保你，我赌的是皇帝正好想办他。方公子，他儿子是我杀的。方阳，你以为你赢的是漕运，你赢的是我的妻子。传旨，明日宣他入宫。